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傅明义，15岁，家住清江镇。父母安排他寒假到同事的姑姑家暂住补习。6号早晨，搭乘9路公交车出发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到达。这是第6宗失踪案，市局还不统一并案吗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，离家出走的也很多，定性为团伙拐卖，这证据吗？是有些不足啊。其他的失踪案都是确认发生在市区的。如果这些真的都是关联案件，那我们就可以假定，傅明义中途没有下车，而是直接到达了同事。单一照片，以总站为原点，走访排查，看看有没有人对他有印象。好。副队，除了公交车站的监控以外，就只有那个卖饮料的小妹和摆摊的小贩对傅明义有印象。这条路通到山上，山上平时挺清静，也没什么人，只有一幢别墅。别墅。看什么呢？市局传过来的那个别墅的一些旧资料。你怀疑那个别墅是？还说不上，只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老鼠，怎么回事？瑶瑶，你交这啥朋友嘛？我小金不见了。小金怎么会不见呢？小金昨天来这送鱼，之后人就不见了。王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是一个鬼屋，里边还住了一个怪人，不吉利。你就是不信啊？怪人？什么怪人？哎，这事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个怪人啊，经常往城里逛，穿这个风衣，戴着个口罩。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。小金一定是被他拐跑的。对，儿子一定是在他这儿出的事儿。你把这个人揪出来问问。你给我出来！走！你们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再说了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根本都没弄清楚呢。王叔，你报警了吗？没报。你们千万别自己进去，等我过来。小陈，跟我走。这有交易，我们走。好。喂，请转告他们离开这里，谢谢。刘先生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，麻烦你先来跟他们谈一谈。如果每个想要见我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现在已经累死。你别挂电话。如果你不愿意见他们，请你自己跟他们说，我不会转达。还有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就算你现在不理他们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是得见他们。他咋说的？他说
你们要找的就在1楼的房间里，钥匙在书房里。进去看看呀。去。小金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里面出什么事了？杀人分尸了！杀人分尸了！分尸了！瑶瑶！瑶瑶！这是人体标本。我翻译的论文里面，大部分都是和人体解剖学相关的。或许这就是他研究的方向。可能是从医院或者大学什么地方借来的。可这些毕竟都是人体标本。不应该随意摆放在民宅里。最近一桩失踪案就发生在山下，小金又是给他送完鱼之后才出的事情，再加上这些，疑点太多了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这位薄先生，必须接受询问。副队。楼梯口上有扇门关着的，我进不去。喂，警察来了，他们想跟你谈谈，只是谈谈。能麻烦你下来一趟吗？我正忙着呢。哎，副队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们先请示一下上头。副队怎么了？局长在来的路上了。局长。你是来帮着他们来找孩子的？对，我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我知道有人报案，但是搞错了。他怎么可能是罪犯？那你回头再说。李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我3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也3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我是听上面的人说才知道他住在这里。你有他电话？打给他。我已经告诉你我正在忙着，为什么要打电话？薄敬言，市局局长想见你。不见。我跟你说，喂，我是，我们见过面。这个郭教授到底是什么人？瑶瑶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翻译。真够长的。薄敬言没有过马里兰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。毕业以后，他拒绝了马里兰大学留校的邀请，回到中国公安大学担任犯罪心理系副教授。他居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静养来了。你们是？您好，请问您是傅明义的母亲吗？是我。我们在调查他的失踪案，带我去他房间。问过了，跟警局调查报告上提到的差不多。傅明义当日清晨离家，大约8点多钟到达同市。他今年15岁，刚上初3，去同市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，参加补习班。可是过了几个小时，姑姑还是没有见到他，就打电话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失踪了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所有跟傅明义有关的信息，我都要。他去的地方的那些线索，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有一些发现，但是可能没什么用。你说。傅明义的成绩中等，偶尔还会不及格，但是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，很爱玩游戏，所以他就经常在网吧、游戏厅逛着。傅明义那天去姑姑家，还给姑姑带了1篮子鸡蛋。天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，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借住半个月，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。我就问了他妈妈，果然他那天带了，而且以前也经常会给姑姑带鸡蛋。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的？给姑姑带鸡蛋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。傅子玉啊，说你知书达理，会跟我互补。看来他真的蒙中了。
这个就是他失踪的地点，你看。为什么呀？他手里拿着鸡蛋，去哪都不方便。他会带着一篮鸡蛋去网吧玩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？他喜欢打游戏，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。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他姑姑家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当天偷偷的把鸡蛋给卖掉了。他经常给他姑姑送鸡蛋，所以一次两次并不会被发现。而网吧又在农贸市场附近，距离他姑姑家也不远。可是，我们知道了失踪地点，有什么用啊？25到30岁，本地人，身材偏瘦，外形普通。他独居在农贸市场3公里范围之内，工作地点也在附近，没有车子。他善于沟通，言语能力强，经常出入网吧、游戏厅等。这些什么？请你安静一下。Andy, good morning. 为什么罪犯是住在第一个失踪者失踪的附近？为什么他的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？你不是看过白板了吗？原因都在那上面。告诉警察，马上搜索农贸市场东边的那个树林。有发现之后，立刻给我电话。发现什么？你已经想到了。说，这些孩子都被杀了。就算只有一个人作案，也可能是人贩子。为什么就是连环杀手呢？因为我了解他们。亲爱的助手小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。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给你1分钟时间，惊讶够了，就继续做你助手该做的事情吧。他怎么就能确定呢？为什么？从哪得出的结论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想知道原因。回去之后做简报，让他们先找尸体。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局长刚刚也来了，你让博教授先跟我们说说。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做简报？我上一次做简报是在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报告厅，现在你让我在108国道雾林乡码头村的收费站做简报。那又怎样？你说的对，站在哪里都会振聋发聩。是这样的，博教授现在正在准备简报内容，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补充，现在没有空，等我们到了同事第一时间跟你们解释，到时候简报的内容也会更完善。助手都是骗子。闭嘴。你们需要找的嫌犯，他有点小聪明，也算是细心。对于受害者，他也有一定的偏好。他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带走受害者，他的沟通能力很强。
他会和受害者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请他吃饭，介绍工作，然后再把他带到一个他安排好的地方。他是独生，他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房子，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留下的房子。他的家里就是他的作案地点。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，不会超过地图所标示的区域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图中所标示的就是嫌犯活动舒适区。在这个区域范围里，根据我刚才所说的，重新的调查和收集受害者相关的信息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之后，我会给出最完整的嫌犯画像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了。他为什么会住在农贸市场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地点附近？他的确是比普通人聪明大胆，但也不过如此。以他有限的资历，第一次作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在一个离家数公里的地方，而且他并没有把握去说服一个少年跟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您确定那些孩子被谋杀了？失踪超过2周以上的人，被害的可能性超过90%以上。那薄教授，为什么要找到尸体以后就能给出完整的画像？因为他所有的内心诉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尸体上面。薛然，全警局只有你一个人受训过从美国传回来的洋玩意儿，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嫌疑犯长什么样，这可不是胡乱猜的。不是猜，薄教授应该是有推断依据的。举个例子，15、16岁的男孩体格差距都很大，发育得好，能冲到1.7米多，而现在所有的受害者，身高都在1.6米以下，最高的也才1.58米。这也就说明疑犯本身的体格不会太健壮，所以在寻找受害者时，他没有信心，只敢选择比较瘦弱的。你这么说倒有点道理。继续。我现在虽然还不能反推出薄教授的理论依据，但我相信他的侧写不会有错。队长、副队，有新发现。按照队长的安排，2组在重新走访交子街一带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认出了3号受害者。她说，她记得曾经跟一个符合画像描述的男人一起走进了店里，买了一些水果。什么时候？老板娘说她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11月5号，她的结婚纪念日。因为她着急回家，是她的最后一单生意，可对方不停地在挑来挑去，挑来挑去，弄得她很烦躁。11月5号。也就是说，3号受害者在11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与嫌犯接触，而真正报案失踪的时间却是12月5号，这时间差得也太远了吧？告诉我，你想要宣泄些什么？谁是你的第一个？是什么激发你的开始？而你又将变成什么样子？你都已经发现了？发现了。发现什么了？在农村乡下，15、16岁的男孩基本上就被视为成年人，所以他们所受到的照看还有监护，不可能和成年的孩子一样。的确是这样的。
有的孩子真正的失踪时间与报案失踪时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。我已经把他们的失踪时间重新做了推断，你确认一下新的信息吧。我明白了，其实3号真正的失踪时间是早于2号的，所以他们俩的位置应该互换一下。何教授，除了失踪时间，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可能相关的信息。你真的相信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吗？这种只存在于美剧里的案件，怎么会突然降临到我们这里？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相信，可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，越来越印证了薄教授的判断。我还是不明白。你是他助理，他没跟你说过？他的结论就是凭空，啪的一下就冒出来，他从来都不会解释他的结论从何而来，依据是什么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拐卖的对象以女性和10岁以下幼童为主，可是这批失联的失踪者全部都是男性青少年，这不符合拐卖案的典型特征。这些少年也算是某种劳动力，也许卖去打黑工了。但是没有目击者。拐卖必须是有运输过程的，10多岁的男孩可不是简单的货物，况且同时是个小城市，交通方式单一。可迄今为止，7名受害者失联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索。为什么？薄教授，我已经圈出了3个最有可能的埋尸点，你带你的人过去，立刻开始搜寻尸体。我这就去。2队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发现。收到，继续搜索。部队，过来，这边有情况。挖开。目前为止，发现了6具尸体，显然这里还会有更多，甚至多过我们记录在案的失踪人数。不是所有的孩子失踪了，都会有人为他们报案。死因是窒息，根据脖颈处的淤痕和嵌留的尼龙纤维来判断，凶器应该是最常见的尼龙绳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尸体会是这个形状。四肢、头颅、躯干，受害者在死后被利刃切割成6枚，然后再咬。
凶手分尸，一般都是为了更方便的处理尸体，而这个凶手杀人分尸后，却又将他们拼回整尸的形状，全部埋在了一起，甚至连器官和内脏都一块没少。这又是为什么？死亡时间？经法医出验，最长的是5个月，最短的1周左右。更精确的时间要等尸检之后才能确定。间隔期？尸体还没有全部找到，目前发现的最短间隔期大约为3周。最近的死者是1周，也就是说，小静有可能还活着，但是也活不了多久。多年会采用虐杀动物等方式发泄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需要更高层次的满足。整个杀戮行为始于半年以前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间段受到了特定的刺激，比如失业、生意失败、亲人去世、恋人分手等等等等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，是他之前每一个受害者的情形再现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最初的受害者先被砍断颈部，再是左右上肢与左右下肢，每一个肢解部分都有多次的刀砍痕迹。但到了最后一个受害者，罗教授，您是说，这具尸体是在同一时间，一下子被分解成6块的2只手怎么能同时砍下6把刀？难道凶犯还有同伙？可是你也说过，整个案情全套模式都表明，凶犯是独立作案。再怎么配合默契的同伙，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时切割。凶手的确是一个人。人类之所以是人类，就是因为他会使用工具。工具？罗教授，您的意思是说，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杀人欲望，他踩着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尸体，实验着，进化着，最终造出了可以实现他完美暴力幻想的工具——一台杀人机器。进来。我怎么样？成功了？以嫌犯他平庸的智力，能做出来的东西，我花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这就是那个分尸的。嫌犯所做的，当然不可能这么漂亮，不过样子还有结构，肯定相差不远。你就弄废了这么多？你一直强调，凶手的体能普通，视力一般。像你这样的天才人物造这个杀人机器，都耗费了这么多刀片。没错，嫌犯废弃的刀片，肯定还会更多。对了，这种刀具在国内属于管制品，不能随意买卖和运输，当然更不能网购。从追查刀具入手，一定会有线索。我马上去安排。这个人就是来看刀的。罗教授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距离上次的埋尸点只有1公里。根据尸体的腐烂情况来看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个被害者。从骨骼发育情况来看，死者和其他受害人一样，都是15岁左右的未成年男性。
死亡时间大概应该在去年的1月中到2月初。我核查过相邻时间段的所有失踪档案，没有找到相符合的记录。尸体虽然已经完全腐坏，但应该可以采用 DNA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完备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孩子究竟是谁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知道。我记得目前发现的所有尸体当中，有2个是身份不明、没有记录的。为什么你对这个孩子的身份这么感兴趣？因为他是第一个、最初的受害者。这很重要吗？你设想一下，假设1年多以前，你内心的杀戮欲望不知道为什么被激发了，可你又没有诱拐的技巧还有经验，你会怎么选择受害者？你会寻找身边最熟悉的、最容易下手的，而且也最没有危险性的。这就说明凶手与被害者他们是认识的，他们在现实中是有联系的，比如邻居、熟人、朋友，甚至是亲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查出受害者的身份，就离凶手更近了。不是他的。尸检的结果显示，受害人的身高大约在1.54米左右，而这条裤子的长度有95厘米。对于受害者来说，这裤子的长度太长了。那就是说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受害者的。只有这条裤子不是。这上面有字儿。什么地，什么，看不清楚了。绣得太厉害了。你拍张照片给傅子玉，让他来处理。好。郭教授，有资质许可的武器店都向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记录，没有异常的销售记录。那进货记录呢？在案发期间，有哪一家商店曾经进过可以制造出杀人机器的材料？对啊，如果凶手本身就有进货的许可，那光查销售记录是没有用的。东张路。我已经把所有学生的家庭住址发到你邮箱里了。有住在东张路附近的吗？稍等，我看。有一个孩子住在东张路73号5号。我认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东城区最大的农贸市场，我妈经常去那儿买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农贸市场。Andy， 带我们到东张路农贸市场去。郭教授，我查过了。一共有3家店曾经进过足够量的刀片，我们现在正在逐一清查他们的库存。不用了，这3家一定有一家开在东张路农贸市场附近。没错，确实有一家店在东张路73号46，就在农贸市场。那家五金店的店主或是雇员，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小陈，带子跟上。
你要买点什么呀？你是店主？我是隔壁的，老板出去了，想买点什么呀？自己选着点儿，一会儿老板就回来。孙勇，哎，赶紧点，有生意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以后不要用棍子。这就是你的杀人机器了。别怕，没事了，我是警察，也没拿你受伤，叫医生过来。叫医生过来，叫医生过来，快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你在干嘛？在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显然我的身高太高了，你的身高跟受害者差不多。你躺下，我观察观察。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。孙勇已经供认，除小金以外，他一共杀了9个人。目前还有依据尸体没找到。一个杀人狂造出了这么多屁，这你要换了是我，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样的事情。队长、副队，那边有情况，最好来看一下。这梳子是血吗？不是，只是油漆，而且整个房间除了孙勇的指纹以外，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人。那就只可能是他写的。拍下来，审讯室问问他。好。